我还有一个证据，就是在大太太中刀之后，她并没有马上身亡，她在地上留下了一个信息，是凶手的名字。开始我错误地认为那是邝子的头3笔，但是之后我看过赵岩提供的照片以后，我发现不是这样。如果他要写的是个邝字，那他手指停留的位置应该在这儿。但是照片中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手指停留的位置是在第2横上，所以他要写的根本就不是邝字，而是个匪字。如果我大娘写的是邝北云的北字，是不是也会留下一样的痕迹？你为什么非要说是匪？自打我受伤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间屋子。你要说我在花园里杀了我大娘，请你拿出真的证据。你也不愧是北大的高材生，反应还挺快的。现在我就来证明你的确去过花园。今天我和吴医生抬你回房间的时候，你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。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？这花都败了，你拿去扔掉吧。花园里的桃花都开了，帮我采一些回来好吗？我是说过，但又能证明什么呢？因为在你受伤之后，我和邝雄还有阮局长、季管家在路过花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园中的桃花并没有开，但是大太太被杀的时候，是死在盛开的桃花源中。也就是说，桃花盛开是在你受伤之后，而且你从沈昭元的房间不可能看到园中桃花盛开的景象。如果真像你所说的，你受伤之后就没离开过自己的房间，那你怎么知道园中的桃花开了呢？那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你在刺杀大太太的时候。还有什么话说？是真的吗？真的是你杀了他们俩？那柴老爷的死也会是柴匪干的吗？不对，他没有作案时间。要不他就是这样，他跟着二太太去了旅馆，然后独自折回杀死了老爷，制造了密室机关，然后再跟着二太太回来，制造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，是这样吗？柴飞？不是。那难道是柴毅？也不是。那还会有谁？季如风？方柔？行了，阮局长，你不要再猜了。柴老爷是自杀身亡。自杀？没错，我们都被柴老爷给耍了。燕昭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柴老爷是自杀，他怎么会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？你不是已经破解了密室的机关吗？你不是发现了那根线吗？之前我也被柴老爷错误的引导。大家回想一下，那天我在做实验的时候，钥匙顺着细线坠落手中的位置。那个密室的手法，只能让钥匙掉落在手中，却不可能让手紧握钥匙。这张照片是柴老爷案发现场拍摄的，
所以我想，柴老爷临死的时候，应该是这样。那他既然是自杀，又何必大费周折地布这么一个局呢？他有2个目的：第一，他是为了让一直威胁他的人知道他的死是被人杀害的。威胁他的人是什么人？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。那另一个呢？另一个原因，他就是要试探我的能力。如果我能解开这个谜局，他准备给我下一个信息。什么讯息？柴老爷的遗书。遗书？浩南，你不觉得你、我、邝兄还有昭元，咱们4个人同时出现在这个屋子里是一个太巧合的事儿了？对啊，我一直这么觉得，简直就是上天的安排。不是上天安排的，就是柴老爷安排的。他一定是在跟昭元闲聊的过程当中，知道了我们俩是认识的。是，我跟柴老爷提起过你。这就对了。还有浩南，你来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柴老爷的身体不舒服，而他是想在自己死亡之后有一个验尸官。那我那封信，柴老爷寄出来了，因为你是戊戌血案的幸存者。那季荣峰带给我们的那封恐吓信呢？也是柴老爷寄出来的，他就是为了让我们过来。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说出当年戊戌血案的真相。季如风临死之前，我问过他，到底到昭元的房间找的是什么东西，但是他还没回答，我就已经死了。柴老爷临死之前让季管家去找我们，让柴匪去跟踪二太太，让大太太去找吴浩南，就是为了要支开所有的人，告诉沈昭元一个信息，也就是遗书所藏之处。我不知道啊，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。你好好想一想，
那天柴老爷在房间里跟你说了什么奇怪的话没有？哦，对了，他给我念了一首诗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这就对了，就是这首《诗经》里的蒹葭。今天我和邝兄在房间里搜查线索的时候，无意中翻到了这个诗经。在蒹葭篇上有2个字被红圈圈了起来。陆游，这2个字你能联想到什么呢？按照谐音的话，陆游，陆放翁。就是陆放翁。我在柴老爷的书桌上找到了陆放翁诗集，打开这本诗集，适儿一篇的诗名也被红圈圈了起来。适儿这首诗是陆游生前写的最后一首诗，是写给他儿子的，也可以说是一封遗书。由此我联想到了柴老爷给柴匪写的这封遗书，会不会就放在陆放翁诗集里头？我就仔细查找，果真在扉页中找到了这封遗书。我想当时季管家去沈昭言的房间找的就是这个。那么，如果这些事情都是他做的，为什么季如风要替他顶罪？因为季管家是一位忠仆，我想他一定是无意当中在柴匪的房间里发现了什么线索，联想到了命案的真相，再加上他失手用剑刺伤了柴匪，所以他心存歉疚，想以死换报，就把这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，为了保护柴匪。可柴匪，他为什么要杀大太太和二爷呢？他们是一家人。柴匪根本就不是柴老爷的亲生儿子，他是天顺堂的继承人，戊戌血案的另一位幸存者，曹匪。没错，我就是曹匪。穆探长，你果然名不虚传。你刚刚所讲的那一切，就好像你亲身经历一样。是的，这一切都是我干的。戊戌血案那年，我才6岁，我以为探望偷跑出门才幸免于难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家已被慢慢清洗，剩下12具焦黑的尸体。我爷爷、我奶奶、我父亲、母亲，还有我未满2岁的妹妹，她临死前还紧紧抱着我母亲，可是她的头已经滚落在一旁。那凶手何其残忍，连刚牙牙学语的孩子都不放过。那一幕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那个时候发过誓，有朝一日我找到仇人，我也要血洗他满门。老天爷有眼，在经过18年之后，终于让我发现当年伤害我家人的真凶。可是他竟然是在我流落街头奄奄一息的时候收留我，仍视我为亲出的父亲柴进。1个多月以前，我到柴进的书房去找书，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密室，密室里供奉的牌位，这就是我的家人。从那日起，我就开始怀疑，我监视柴进的一举一动。直到有一天，查一来找柴进，他们在书房里密谋，我偷偷地躲在门外。
却让我听见了这个惊天的大秘密。把门关上。你不在公司待着，你跑到这儿干什么？大哥，我今天到公司里查账，发现你把所有的资金都转走了，现在公司只剩下一个空壳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小点声。那你快告诉我，这到底为什么？现在日本人逼我是越来越近了，他们想利用我们的船运公司从日本往中国运送战略物资，为他们的侵华做准备啊！当年我一念之差和日本人合作，呵呵，没想到竟落得这种下场。我虽江湖出身，杀人越货的事情干的也不少。但是，我绝对不干出卖祖宗的事儿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把那笔钱藏哪儿去了？这我自有安排，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。难道你要把那笔钱留给柴匪那个小杂种？大哥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是你的亲弟弟啊！柴匪，他是你仇家的儿子。当年我们兄弟俩带人学习了天顺堂和金兰会，他跟你有血海之仇啊，大哥！不要再说了，出去！大哥，出去！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对我再有家的父亲，竟然是当年杀害我全家的冷血杀手。我犹豫过，我真的犹豫过。越是18年前的那一幕，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，挥之不去。我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我要携起翟家满门，替我死去的家人报仇。竟然已经死了，我不能够亲手杀他，但他的家人，我一个也不放过。你别动！这是柴老爷的遗书，柴匪，你真的不想知道他对你说些什么吗？好，那我读给你听。暂读此信者，无论是谁，既是我柴进的恩人，望能一睹全貌。告邝曹两家后人真相。我儿柴匪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以父亲的身份这样叫我。为父出道至今，
纵横两江，称霸漕运，改20年。宁江自古为朝廷漕运命脉所在，而金兰会矿家和天顺堂曹家把持漕运已近100年，根基之深，实难撼动。当年我为谋夺漕运大权，鬼迷心窍，与日本人联手，于戊戌8月15血洗矿漕两家。朝夕之间，两大豪门血流成河。当我亲眼目睹这场血腥的杀戮，我忽然感到一丝莫名的恐惧，于是悄悄将年幼懵懂的曹家后人留在身边养。二弟柴义劝我不可养虎为患，我却不为所动，因为我知道，即便有朝一日你来复仇，也是我咎由自取。佛说，一念之间，天堂地狱，我因一念之差而坠地狱，从此终日惶惶，虽地位如日中天，却噩梦缠身，苦不堪言。唯有将你抚养成人，方能了慰我心。多年前，我得知邝家有一遗孤尚在人间，如今已是名满江湖的人物，心中不胜欣喜，特意打听到他的下落，并书信一封，约他来此与你见面。为父要向你们当面谢罪。20年了，是我为当年的罪行赎罪的时候，你二人必定恨我入骨。柴某死不足惜，却有一事相求。金顺公司掌控宁江漕运，久为日本人所觊觎。如今21条签订，日本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，妄图借我之势运送武器物资，恐怕乃为战争做准备。当年我因私欲而铸成大错，今日我不想一错再错而成千古罪。我已将金顺名下资产虚数变现捐给政府。等日本人发现金顺早已是一具空壳，但我仍给你们各留下一份财产。当此乱世，若能使你二人安度此生，也算柴茂减轻一点当年的罪孽吧。与你朝夕相处，实在不忍就此与你分别。但我罪孽深重，将以一死偿还欠你的血债。我死之后，望你能放下心中的仇恨，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。罪人柴进，绝笔。柴老爷是不甘为日本人所用，才选择自裁的。
他选择日本的手里剑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就是为了要告诉后人，他到底是被何人逼死的。示儿这首诗也表达了他这种心境。思绪原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勿忘告乃翁。他身上留下那21刀，代表了当年戊戌血案中21位罹难者。这些年，他一直心存悔意，如同活在炼狱里一般。曹匪，柴老爷想以死来消解你心中的怒火，让你放下仇恨。他想让你过上平平安安的日子，不要再像他那样侵蚀难。可是你依然被复仇的火焰吞噬着，你犯下了滔天罪行。虽然你其情可免，但其罪难饶。你辜负了他老人家一片苦心。莫探长，我有件事想求你。你说。我想再弹一次钢琴。我知道，这会是我最后一次弹钢琴。可以，兄弟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自寻短见的。赵远，我还有几句话想对你说。赵远，虽然我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，可是我还是想知道，如果我没有做过这一切，你会答应嫁给我吗？我希望你能实话实说。对不起，其实我心里……我早就已经猜到了。对不起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弹完最后这一首曲子。
他现在已经放下心中的仇恨了，从他弹奏的乐曲声中能听出来，只有欢乐。我大哥，你觉得柴飞是个坏人吗？他不是坏人，他是被仇恨蒙蔽了心灵。其实他的内心深处是善良和纯净的。他当时替你挡住季如风那一剑，那一刻他是真的想死，他想以死来停止这一切，但是没想到老天爷让他偏偏活了下来，只能让他一直继续活在复仇的梦魇中了。怎么样？与1年前在日本被杀死的那个演员身上的刀口一模一样，只有穿透的痕迹，却没有拔出造成的2次伤害，就像是被一把无形的利刃给杀死的。穆探长，不好了！张龙奇在阮局长办公室大吵大闹。看看去。穆延昭呢？快把他叫出来，叫他来见我！他凭什么私藏柴家的财产？把他叫来！穆延昭，柴家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柴老爷的遗嘱我也已经看过了。现在柴家只剩下方柔一个人了，柴家的财产理应由方柔一个人来继承。现在你只交了遗嘱，钱在哪儿呢？是不是想私吞？柴进的钱是留给柴斐和邝北云的，跟您有什么关系啊？柴斐已经死了，方柔有权利继承柴斐那一份儿。她现在怀了我的孩子，以后就是我老婆。我关心一下未婚妻的财产有什么不对吗？小柔，赶紧让她把钱交出来吧。你给我滚！小柔，你让我滚！之前柴家发生命案的时候，我求了你那么久，你都不肯来。那是你知道，柴进一死，柴家的财产就会给柴斐，而我对你已经丝毫没有利用价值，所以你想甩开我这个累赘。可是现在，你知道柴斐也死了，我将继承柴家的财产，你又跑过来献殷勤，还有，你教唆潘露杀害自己的亲生女儿，穆探长全都告诉我。张仲基，你简直不是人！我到今天才算看清楚你的嘴脸，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当初是瞎了眼，我听信了你的花言巧语，我相信你是真的爱我，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！你给我滚！我再也不要见到你！小柔，小柔，小柔，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他们在陷害我。小柔，我怎么对你的，你不是不知道啊。你就算不为我着想，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啊！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呀。咱们结婚以后，咱们3个一起好好生活，好吗？把你的脏手拿开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口出狂言，小心我让你好看！阮梦成，阮梦成，别喊了，他不在。你把手放下来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好不好？
小柔，你们都给我等着啊！这就是你所谓的正义，是吧？不过我相信，他有一天会很惨的。哦，对了，柴老爷留下了一张英国汇丰银行的本票，这里面有200万美金。这笔钱是属于你跟方柔的，怎么处理你们自己决定吧。我不要了，你留着吧。我也不要。老爷遗书里说，这笔钱希望拿去做善事，我们把它拿去捐了吧。好啊，我看不如这样吧，咱们就以金顺堂的名义办一个基金，专门帮助那些失去家庭的孤儿。善款的去向就由你们监督吧。你觉得呢？我看，就依木探长的意思吧。嗯。范副潘洛，你搭线到了。验明正身，执行枪决。的名字，曾经沧海的水滴，别看我
别想偷走我的心，已经封存在海底。别再欲言又止，随风飘散的故事，不说迷离的感情，可以将心掩饰。你听不懂的言语，无需太多解释。风一样的故事，海一样的心事。想到故事的开始，想不到故事的结局。不说迷离的感情，可以将心掩饰。你听不懂的言语，无需太